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曼达。最近呢，有很多关注我的朋友说我瘦了，然后问我怎么减肥的。是这样啊，我没有刻意的去节食，因为身为一个美食博主，不太可能去节食的。但我有确实调整一下我的饮食结构，就是尽量减少外食啊、外卖这些，然后一日三餐尽量都自己下厨。另外呢，还会做一些运动，但我不是健身狂魔的那种。然后我的体重我感觉没有降低太多，可能就2到3公斤之间。但是维度确实有变化，就衣服的尺码都有变小。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内脏脂肪有减低一些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标志吧。然后我减了多少肉呢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块肉。今天我会用它来做一个脆皮东坡肘子，就是传统的东坡肘子是那种很软糯的那种感觉嘛，那今天我会把它烤到皮非常焦脆的那种感觉。首先准备这些香料：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丁香、草果、肉豆蔻、盐碎子、花椒粒、陈皮。我之前做过的东坡肘子也用这些香料，都差不多的。先泡水，大概半小时，把它泡软。旁边这个大提棒加葱姜，汆个水，泡软的香料沥干，冷油下锅，小火煸炒出香味儿。泡过水的香料不容易炒糊，可以小火慢慢炒啊，一定要炒到充分闻到香味儿。倒入1罐啤酒，汆好的提棒放进去，加水到基本上能够完全的没过提棒，还是加点姜片、葱节，加1大勺生抽、1大勺蚝油，10粒冰糖。跟东坡肘子不一样，我没有加太多的酱油，也没有炒糖色，所以现在汤汁就是这样，颜色比较淡的。因为后面要高温去烘烤提棒，所以这里我不太希望它上色太强，所以酱油的量就是意思意思，别太多。盖盖子，小火慢煮1个小时，让提棒先软化，再加盐，继续再煮1小时。要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提棒上的这根骨头跟下面的肉有点分离开了，它会露出来。因为肉煮软后会膨胀，所以它的皮会有点爆开来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让它先浸在汤里头，稍微凉一凉，到不烫手的时候再捞出来。接着呢，手上捏几根牙签，像这样捏成1排，然后开始给提棒扎孔。这是后面烤出脆皮的关键。一定要在表皮上细密均匀地扎出无数个小孔，猪皮才能烤到酥脆。这步要有耐心，扎一会儿手可能会酸，要把自己想象成蓉儿在扎紫薇一样。1寸猪皮都不要放过，要扎到整个提棒体无完肤。求生无路，求死无门。扎过了表面可能会渗出些液体，用纸擦干。接着这里是一点小苏打，就用手指蘸着，在提棒的表面均匀地抹一层。这个也是之后让皮烤脆的很重要的步骤。小苏打能够帮助表皮软化，之后才会有那个酥化的效果。然后放入冰箱，最好是冷藏隔夜，24小时到48小时都可以。利用冰箱里头的干燥的冷空气，让猪皮可以干燥收缩。第2天可以拿出来看看猪皮的表面，摸起来已经很干燥了。但这里我会给它再加一个步骤，就是用电吹风来给它做个 SPA。先要热风贴着猪皮吹，吹一会儿你会感觉猪皮在出油了，然后再切换冷风，把表皮完全吹干。要吹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摸这个猪皮，感觉只有油没有水分了。你们看视频可能体会不到这个质感，我只能语言描述一下，大家对照着体会一下。就很像是你刚洗完脸，不要擦面霜，然后你所在的环境又干又热还刮风，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干燥又紧绷又出油，很缺水，摸起来还有点皴，就是那个感觉。比如说这一小块，它还没有吹得很到位，摸起来手感是柔软又细嫩的，这样就不行，说明水分还太多。我用了冰箱加电吹风2个方法来帮助猪皮干燥。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别的办法，比如冷空气里头直接悬挂晾干，或
或者烤箱能够有低温热风功能，也可以试试。甚至如果你家有宠物风干箱呢，我觉得也可以试试。吹好后呢，表面可以再抹一次小苏打，然后再扎一次孔，强化一下。接着我们裹上锡纸，把它肉的部分稍微的包裹一下，免得烤焦了。只露出猪皮，下面呢可以再用锡纸做个圈，垫一垫，让它保持骨头竖直的状态，受热会均匀。上面的骨头也包一包。送入烤箱，240度的热风烤40分钟。烤箱温度一定要很高哦，它要高温和热风加在一起，才尽可能的带走表皮的水分，把外壳烤脆。如果你的烤箱达不到这个高温，没关系，后面我们有别的办法。烤过40分钟后的猪蹄，它表面其实已经是很干脆的了，听一听能感受到吧？但是这个时候是一种硬脆，而不是酥脆。所以下面呢，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，它叫热风枪，看起来很像电吹风，对吧？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家居装修行业的电吹风，一般5金店就可以买到，不算很贵，100来块的样子。但它吹出来的热风可以达到600度的高温，在厨房里是一个很有用处的小工具，用它来吹猪皮。能看到这效果吗？在这样的高温热风下，猪皮会瞬间的爆开，这样起泡爆开的猪皮，最后才会是酥脆的口感，吃起来是咔咔的，而不是嘎嘣嘎嘣。然后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，用喷枪行不行？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但比较难控制，因为喷枪的温度会比热风枪高很多，它所到之处猪皮也会起泡，但是很容易焦黑。你也可以选择用喷枪喷一遍，但是焦黑的部分要很仔细的用刀刮掉。比较下来，我觉得还是热风枪更好用一些。这个大肘子就做好了，有没有觉得制作过程非常好玩？以及它这个成品啊，就这个结果，我觉得是能集合了我能想到的所有的优点于一身。其实这个菜最初的灵感来源呢，是几年前我去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家电展上做过一场直播。那当时就是把中式的这种东坡肘子和德式的烤肘子结合在一起了。然后当时的那个烤肘子其实就已经挺好的了，但是我当时觉得还没有到完美的状态，所以几年后呢，我把它完美了一下，加上刚刚的那个热风枪的使用，就我觉得目前是达到了就是一个肘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。就一会儿切开，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了，并且烤脆后皮下的油脂也走掉了一部分，看这些都是吃起来就不那么油腻了。跟烤牛排一样，处理好的肘子还是休息一会儿，5到10分钟都可以。接着就可以来切了。大家能感受到这个脆皮的脆度了吗？它整个很蓬松、酥脆，完全不会硬。来体验一下这个脆皮的感觉，它非常像脆皮烧肉的那一层皮，但是烧肉下面是厚厚的脂肪，而肘子的脆皮下面脂肪层没有那么厚，是一种油脂混合着胶质，又有点粘嘴，而皮还酥脆无比的口感。然后经过前面的卤制呢，里面的猪肉其实也是入味的，淡淡的香料香味和猪肉本身的香味混在一起，再配上表面这样精华的一层脆皮，我已经很难想到有什么做法可以让一个猪肘子达到更好吃的境界了。另外附赠一个蘸料，1块白腐乳加1大勺白砂糖，脆脆的猪皮最适合带甜味的蘸料。喜欢吃辣可以直接沾辣椒面和椒盐。我试下哪个更好吃，吃一块什么也不蘸。这个是腐乳加糖，这个是辣椒粉，都挺好吃的，非常难以抉择。大家还是自己试试看，然后告诉我你最喜欢哪种吧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